元素週期表中，讓我們探究非金屬中的另外兩個族群，它們是第7族元素的鹵素和被稱為貴氣體的0族元素。鹵素包括氟、氯、溴、碘和氦，它們沿續由上至下，由氣態漸漸變為液態，再變為固態。鹵素的顏色由上至下的顏色會漸漸變深，它們是有毒及刺鼻的氣味。氟是一種淡綠色氣體，氯是一種黃綠色氣體，溴是紅棕色液體，碘是一種灰黑色固體，會升華為紫色蒸氣。氦是黑色固體，具有放射性。鹵素的活性在族外由上而下遞減。鹵素是一個雙原子形式存在的分子，即是由兩個原子所組成的分子，例如氟和氯。此外，鹵素的最外層有7個電子，因此它們與其他元素發生反應，只需要獲得1個電子便足夠達至穩定。然而，如之前所陳述，鹵素的電子層數由上至下遞增，由於質子和電子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，質子與其他原子的電子吸引力會減弱，因此鹵素的活性會由上而下遞減。同時，鹵素的原子半徑會隨着它的電子層數而增加，它們的熔點和沸點及其密度也會增加。以下我們講解鹵素如何與金屬形成離子鍵。當鹵素獲得1個電子後，而形成一個負離子時，我們稱之為鹵化物。英語的表達只需將英文名稱稍微改變，把末端的文字改成這樣便可以。因此將鹵化物名為氟化物、氯化物、溴化物和碘化物。最常見的鹵素與鹼金屬反應，生成離子化合物，例如氯原子從鈉金屬獲得1個電子後，生成氯化鈉，如圖所示。我們從實驗過程解說鹵素的置換反應。從鹵化合物中，活性較高的鹵素會置換活性較低的鹵素。我們將會用氯、溴和碘的水溶液演示鹵素的置換反應。鹵族元素的置換反應。試管裝有淺綠色的氯水溶液。加入溴化鈉後，氯水溶液由淺綠色變成棕色，因氯水溶液含有氯。由於氯的活潑性高於溴，因此氯水溶液中的溴離子被氯置換出來，產生溴氣。溴溶於水呈棕色，變成溴水溶液。再將溴水溶液加入碘化鉀，溴水溶液由棕色變成深棕色。因溴的活潑性高於碘，故溴水溶液亦會釋出碘。碘呈深棕色，變成碘水溶液。因此得出鹵族元素的活潑性次序。氯元素高於溴元素，溴元素高於碘元素，這個特性稱為置換反應，而它們溶於水的顏色分別是氯水溶液呈淺綠色、溴水溶液呈棕色和碘水溶液呈深棕色。鹵素具有相似的化學性質，將會用氯、溴和碘的水溶液來說明這些反應。
各溶液分別加入下硫酸鈉後，6. 溴和碘的水溶液都會脫色。因此，6. 溴和碘具有相似的化學性質。讓我們來看看零族貴氣體。貴氣體在常溫常壓下為無色氣體，同時它們通常不會與其他元素產生反應。貴氣體是一個單原子元素，它們的分子僅由一個原子所組成。它們的最外電子層的電子已經填滿。氦氣可被用於氣球和飛船，因為較輕並且不會燃燒，那用於廣告燈飾。不會與金屬產生反應，因此它可被用於電燈泡的填充器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及分享。我們下次再見。